欢迎回到寰宇全世界，大家新年快乐！我们接下来在这一趴就特别来看的是高市早苗，这日本首相呢，他在最近前一段时间呢，看到他带领着自民党在国会大胜啊。那自民党在2月8号这一天的众议院选举拿下了316席，超过了总议席465席的2/3。这个数字呢，已经达到了能够提出修宪动议的门槛。我要先声明啊，是修宪动议而已，并不是真的要开始修宪了。因为呢，其实高市早苗在2月9号这一天呢，他也就召开记者会，他就表示说呢，会挑战修改宪法。那目前根据自民党所提案修宪的4大项目，分别是第一个，修改宪法第9条，重新定义自卫权；第二就是订定自然灾害发生的紧急事态条款。3是参议院选区的合区来平衡地方的代表权。第4点呢是充实教育环境。我现在黄老师大家看到的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4大项目。当然最有争议的是第1条，就是呢修改宪法第9条，去重新定义自卫权啊。您怎么看这4大项目？因为现在是包在一起的，它背后所隐含的意图是什么？它这4大项目，我觉得以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来看，我们大概就看1跟2吧，也就是到底自卫队它未来在宪法里面的角色，还有日本的紧急事态条款，对，当然这个蔡老师他会更清楚日本这些可能的动向，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区域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你日本现在的运作有什么窒碍难行的地方？为什么一定要改？为什么非改不可？对，改了日本的军力会更强嘛？其实跟军力我的了解不是太大关系，而是它的这个指挥链的系统，还有呢，包括它紧急事态，可以给日本一个比较有政治上的理由。他说，你看，根据这个法律，它已经应该符合了紧急事态，那我必须要考虑用兵啊，在这个地方。那更不用讲说，如果这个紧急状态下的话，这个修宪可以让日本未来的内阁它发布行政命令的权限增大。那对日本的官员来讲，当然比较好，不然的话一乱，然后我被这些法律绑手绑脚的，那到时候要应急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个第9条的这个所谓实现日本的国家正常化或军队正常化了，应该这样讲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那紧急事态那个，是高市也是一直在讲的。但是因为中共最近这几个月跟高市，就是因为紧急事态啊，到底包括台海啊等等的，两边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所以我会觉得说，这2个都会变成一个蛮敏感的问题。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先看中国大陆好了，中国大陆一定是全力反对，我们其实不用深入的思考都知道中国大陆一定全力的反对。那但是呢，旁边的南韩怎么想？南韩我觉得它是在一个矛盾的状况之下，在安保，在这个安全的保障的前提，日本如果强一点，理论上日本应该不会打我，反而它可以去制衡北韩。可是历史的角度，韩国跟日本的关系可不是像台湾对日本那样子，几乎是全世界认为最有台的国家就是日本。韩国并不是这样想的。所以韩国在历史的纠葛跟他这个安保的矛盾中间，他要怎么样去取个平衡，不知道。那至于美国的话呢，美国现在很好玩，就是说你从他一些战略专家的讲法，他们认为战略上可以做，而且一个越强的日本会在亚洲帮美国更多的忙。就从美国角度看，越强的日本对美国是好的。但这些是战略专家的想法。今天到了政治人物，到了研究这些外交的。他们就可能不会这样想了，他们就会想到，那日本会不会触动了东亚更麻烦的一个马蜂窝？所以我觉得，在美国的态度，因为美国的官方目前是很谨慎保守的，没有反对，甚至给予有些官员，我看到一些中高阶官员给予小小的支持，但是到底事态真正发生的时候会怎么样？我觉得这还很复杂。蔡老师，日本更强大了，会对谁有威胁？中国。只有中国吗？只有中国而已。OK， 对北韩的话应该不会有，因为北韩老实讲，它的兵力并不是很强。俄罗斯的话，基本上跟日本就好像有好有坏，没有什么太大的一种关联性。了解，应该威胁就是中国。所以刚刚我们特提到4大项目哈，其中第1点跟第2点啊，那这个包含宪法第9条的修订哈，就是要重新定位自卫权，因为是跟正常国家化有关。还有就是呢，这个紧急事态哈，因为这个其实就看你怎么去定义紧急事态，这2项其实是最有争议的。可是呢，
回到说日本要修宪这件事情，日经新闻有报道说，日本修宪的程序其实是这样子就是由各党向国会提交草案，那接着呢是由众议院跟参议院的宪法审议会来进行审查。如果参众两院全体议员都有超过2/3赞成通过的话，就会再交付给公民进行公民投票。那么公投赞成票超过有效投票总数的1/2，就可以达到修宪的目的。这次选后，刚才也看到说，尽管呢自民党单独在众议院呢，他们就已经达到2/3的门槛，但是在参议院，自民党跟日本维新会的执政联盟目前是还不到2/3的门槛。众议院可以过关，但参议院恐怕要看看。好，那所以必须要再加上国民民主党、参政党还有日本保守党这3党，外加获得5党籍议员的支持才能够说在众议院、参议院都达到2/3的门槛。所以我先拉回到日本民众对修宪的看法是怎么样？现在的话，赞成的话已经拉高起来了，这么高？应该说以前他们会反对的，过去的话他们不是很喜欢自卫队，现在的话对自卫队的感觉还蛮不错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个要归功于对岸的，对岸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对岸的话，那个军舰一直过去，然后给他们那一种民间的一种所谓的尊严上面的一种骚扰，或者是给他们一种自尊心的骚扰。就好像判断这些事情，让日本的民众已经有感觉到自己的国家还是要自己去做一个保护了。是美国再怎么大的话，美国真的是太忙了。美国他也告诉你很清楚了，你自己要保护你自己。所以高市的话在竞选的时候，特别是在应该是尼加达吧新系他也讲过，我们要做一个修宪。是，而且修宪本来就是自民党成立的原始，因为自民党是成立于1955年。它最单纯的东西就是我要修改宪法。好，那蔡老师说要修宪，对。可是刚才提到众议院这部分，因为现在是2/3过门槛的，可是参议院这边的话，应该没问题，人数上也没问题。为什么没问题呢？我们看一下众议院的话，基本上就是不管是自民党，而且那个日本维新会的话，反而更想要修宪，他修的程度会更高。谈到的参议院的时候，国民民主党他就是玉木雄一郎，他也是赞成修宪的。参政党那个更右派，他怎么可能会反对？保守党也是会赞成，所以我们单纯如果从票数来讲的话，票数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老师是认为，不管是众院尤其是参议院，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修宪门槛要过，不会是问题啊。那可是问题有另外一个是说，如果修宪了之后，成功修宪了，在修宪之前，高市要考虑的风险是什么？应该说他如果没有修宪的风险是什么？也就是说，你已经在1955年的时候，从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你连一次都没有日本到现在连一次都没有提出宪法修改，而且日本他们的宪法不是他们自己写的，是当时的 GHQ 麦克阿瑟将军写给他们，他们讲这个不是我们的一个宪法，而且在竞选的时候你也讲了，我要去做一个修宪，所以他要考虑的不是说修宪的后果，而是没有修宪的一个后果。对，那修宪的话不管是有过没有过过的话，大概就是自卫队这3个字，他要把它放进第9宪法第9条里面，甚至如果说再更进一步的话，自卫队这个3个字因为自卫队的人他们希望说改成叫自卫军。为什么所有的国家都有一个军？我们自卫队就是要叫做自卫队，就因为国家需要一个军队。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正常国家没有军队？包括我们台湾中华民国，就是所谓的我们一般讲国军，其他国家都军。那为什么叫做自卫队？所以我们要一个证明的感觉，所以放进去，所有的国民都会现在还蛮赞成的。所以这个修改也是可预期到会发生的。会不会过的话，至少他应该没有送。那没有送的话，你对你高市将来的杀伤力它就会很大了。你已经讲了，你已经承认，而且你们自民党已经做了这么多年，连一次都没有送出去。对，那我们以后怎么再去相信你？了解。所以蔡老师刚刚分析是，对于高市来说，他这个动作是一定要做的，就是我一定要送去送去修宪。可是最后能不能够如愿，可能至少我已经有送去的动作了。但针对这个修宪主张中国大陆也有声音，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是由这位蒋斌来出面表达他表示说呢，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以解释宪法的伎俩，不断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企图解禁集体自卫权。那以防御作为借口呢，大力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为日本再军事化披上了虚伪的法治外衣。现在日本政府又
明目张胆的谋求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哈。那大陆方面的说法是，这不是完善法律，而是掏空和平宪法的根基，不是为自卫队证明，而是谋求军事松绑，不是回归正常国家，而是妄图重走军国主义的邪路。其实讲到军国主义呢，因为在2战大家经历过了，就知道说现在很担心的一件事情，而且常常被拿出来讨论。最近都想说是军国主义的复辟哈。中国大陆在对于日本修宪强烈的表达不满之外，林老师觉得可能还会祭出哪些手段，包括经济上也好，军事上也好？首先，我先说一下，就是说现在他们讲的军国主义要再重新再恢复，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当时的一个政治环境跟现在的日本的一个内阁的一个环境其实是大不相同。所以其实就说穿了，就是对中国来讲的话，他会去比较在意的，就是如果今天日本这个修宪的话，在集体自卫权这一块，就是这自卫队出动的这一个相关的条令上面，会不会有一些修正、修改跟变化？可是其实刚刚蔡老师也有去讲到了，就是说现在日本这一边，他的民众对这一块跟过去已经不太一样。我最大的原因就是2022年的时候，裴洛西来台之后，飞弹飞过台湾，然后到了日本的 EEZ，然后再加上我们看到2025年日本跟中国这边辽宁号啊，什么逼近啦，很多的其实一些海上的一个冲突，都会让日本感觉到它必须有一些相关的作为。是，那这一边的话呢，我们就回过头来说，这边我其实也是赞同是应该会送，但是会修什么东西，会改到什么程度，这一块就有在日本这边去讨论。我会觉得这是日本它可以在这里面做一些文章，或在文字上面去做一些修正。那这一些对中国来说可能会有哪一些反制呢？我们先说这个经济，好，这可能是这一个我们最常说的陆客、中国旅客。可是有一点可能会是接下来可以去观察的，就是日本在中国也有相关很多的商社投资、企业投资啊，日企会不会有一些限缩的一些条文，或者是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中国内部的一个不管内卷也好，或者经济状况也好，它会不会把这个日企当成是来做开刀的一个对象？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应该我们说，经济的制裁不完全是只有它给日本进去日本，而是在今天日本的企业在中国大量的一些企业也好、投资也好、工厂也好，这一些会不会变成是中国有可能会去调整或者是下手的对象？所以日本的背后免不了会有美方的影子啊。简单请问您啊，美国会怎么想？美国的话，我会觉得其实现在对美国来说，他第一个会希望日本能够去负担更多的责任。可是这个更多的责任是不是真的要用到修宪？因为修宪之后很难有可能会去引起今天的美中这一边在美国在访中的时候，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其实美国有可能会比较希望的是，日本是不是在一些条约上面去附加出动的一些条文，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可以去出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有更多的解释权，等于说是有一点战略模糊的一个味道。对，那再回来，如果说今天就中国来看的话，在军事上面，有人会说会不会有这个辽宁号再来一次啦？我个人会认为，其实就中国来讲的话，第一个灰色地带行动绝对会是持续的去增加，去用这种把对台湾的联合战备警巡，是不是也会把它如法炮制到东海？那再来的话，就是不要忘记的，就是说我们之前有看到，现在中国的航空母舰，不管山东号、辽宁号啊，或者是福建号，会不会透过这个航空母舰的行动，来形成一种另类的围绕日本的一个行动？那当然，最后的话就是这个俄罗斯有没有可能中俄的联合军演，中俄的一个空中战备的一个飞行，或者是海上联合的相关演习，有可能就像去年就已经在日本海有举行过了，或者是这些轰炸机是不是有可能在日本北方四岛这一边进行一些飞行？我会觉得这一些都会是中国不只是用自身解放军的力量来去压迫或者是去对抗日本，他还会去把俄罗斯拉进来，一起去对方日本。对啊，这样听起来，目前预定在3月19号进行的川高会啊，就是川普见高市早苗，会不会就提到有关于日本打算要修改宪法的下一步和未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许是大家要一起值得关注的焦点话题。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